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伯。步入5月12日，云集安安 T1 等众多劲旅的釜山 MSI 赛事迎来第3个比赛日。在此之前，有3支队伍小组赛保持不败，展现出了不俗的赛场统治力，包括有望卫冕的 LPL 强队 ANG， 韧性十足的欧洲豪门 G2， 以及老将 Faker 领衔的 LCK 10冠王 T1。回顾 LCK 春季赛之旅，并肩作战的 Faker、小吕布、Carriel、Warner、宙斯状态火热，接连打败豪门 GN、DK，T1 以不败战绩拿下最终的冠军。此番征战釜山 MSI 季中邀请赛，本土作战的 T1 可谓信心满满，剑指舞台中心的 MSI 金杯。T1 没有让现场观众的粉丝失望，在前2个比赛日，T1 大优势连斩越南战队 SGB、AZE， 以2胜0负的战绩领跑 A 组。不管是 Faker 的妖姬，还是 Carriel 的齐天大圣，亦或者是 Warner 千珏、宙斯格温、小吕布塞纳，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粉丝相信这支 T1 能够闯入 MSI 决赛，甚至夺得冠军。在冲击3连胜之前， T1 传奇中单 Faker 和金牌辅助 Carriel 接受专访，来听听这2位 LCK 明星选手如何看待本届 MSI 季中邀请赛。谈及高分段排位， Faker 直言，我认为所有堂堂正正上分的玩家都值得学习，即便是只玩单英雄的绝活哥。对于同样是 MSI 双冠王的ANG，李哥 Faker 态度明确，队内年轻的小将在加盟 T1 队前，已经在青训队积累了大量比赛经验，即便没有我，他们也能发挥出色。和阻止ANG晋升3冠王相比，我觉得只要自己全力以赴，就能创造新的纪录。如果你来韩国，我建议你品尝韩国的烤肉和炸鸡。再看和小吕布承包 T1 下路的 Carriel， 在之前的专访中，ANG队长兼主力中单盛赞 Carriel， 这位选手很强，玩辅助屈才了。拿到2连胜后， Carriel 也通过专访力挺了ANG悍将小虎。ANG小虎是非常优秀的 LOL 职业选手，听到他夸奖我真的非常开心。其实只要给我足够的准备时间，我有信心在其他位置打出好的表现。短短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天才选手 Carriel 有多么自信。对于频频被选手吐槽的35 ms 延迟， Carriel 保持着和平的心态。他直言，与之前的低延迟相比稍微有点区别，和 MSC 的延迟相仿。在得知 LOL 拳头官方调整延迟后，我抱着英雄联盟的延迟原本就是35 ms 的心态训练，目前适应的不错。作为本届 MSI 的夺冠热门之一， T1 的优点已经被说过太多次了，默契的团队协作， Carriel 与 Faker 的双指挥系统，高超的个人实力与节奏带动能力，尤其是 Warner 的野区入侵，还有 Carriel 的游走和深不见底的英雄池，以及独特的运营理解，对先锋的优先级远高于小龙。但接下来的重点，阿伯想说一下 T1 比较明显的几个不稳定因素。第一，上单宙斯的大赛经验。宙斯这名选手有点像是 LPL 的 Wayward， 天赋高，潜力大，成长快，而且宙斯还比魏延小3岁。但别忘了，阿斌最擅长打这种有锋芒但经验有点欠缺的年轻选手。客观来说，由于 T1 整个赛季都比较顺，宙斯并没有遭遇到特别严峻的考验。细数下来，为数不多的考验，可能只有赛季初期的不适应，一度被认为是 T1 的突破口，还有决赛的带病上场。目前为止，宙斯并没有经历过那种输一场就彻底放假的生死局。换句话说，就是失败经验不足，在世界级大赛的应对挫折能力有待观察。顺便一提， T1 的 S11 上单 Kanna 就是一名联赛很 C 但大赛拉胯的选手。这不是说宙斯是下一个 Kanna，只是相比于 T1 其他方面的无懈可击，宙斯的大赛经验和扛搓能力可能是 T1 为数不多的隐患。第二， Faker 的体力。2021年 Faker 曾数次提起过自己的体力问题。S11 止步4强后，李哥也表示自己最后2盘出现了集中力下滑的情况，虽然有点像是主动承担责任，保护队友不被舆论攻击，但从场面情况来看， Faker 最后2局的表现确实不如前3局那么完美。再考虑到李哥26岁的高龄，体力问题或许真的客观存在。
不过 T1 今年还没有打满过 BO5，Faker 的体力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算是 X 因素。第三，优势局容易上头。整个春季赛 T1 一共输了8场小局，其中有7场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因为一些比较上头的决策而被翻盘，其中还包括了决赛输给 GNG 的一个小局。通过赛后语音可以看出，虽然 T1 有2个指挥，但当 Carriel 上头带着其他人一起冲时，即便 Faker 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拉不住这些00后选手，所以在及时的团队决策这块 T1 也不是那么无懈可击。说实话，分析 T1 的弱点多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不管是不是 LCK 整体实力偏弱， T1 暴露出来的问题远没有他们的优秀地方多。最后希望文本能给大家一个客观参考，尽量不要凭借前几届 MSI 的印象以及相关队伍的交手经验，过于抬高或贬低某一支夺冠热门，从一支队伍最近的表现出发，或许更能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真实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比赛中， T1 战队是打出了 MSI 开赛以来时长最短的一场比赛，在面对 AZE 的对局中，以不到21分钟的时间就推掉了基地，而这场比赛的失利也给予了 AZE 战队选手以巨大的打击。他们的打野选手在之后就在社交平台上面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 AZE 战队的打野选手 ID 为 Dimitri， 是一个黑人选手，而且发型比较特殊，整个一个和艾克比较相似的发型，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真人 cos 一下艾克。总之，这个选手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还是能引起观众们的一些注意。就在昨天输给 T1 战队后不久， Dimitri 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中从未感觉到如此羞辱。简单来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输给 Faker 以及 T1 战队，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甚至用一生中最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这场比赛。可见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他的打击有多大，自认为也可以与 T1 掰掰手腕，实际上在 T1 眼里，他们就像人机一样弱小。对此，观众们并不这样看。外卡战队和4大赛区的队伍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更何况 AZE 面对的对手是本次最大的夺冠热门队伍，输成这样并不奇怪。甚至说，如果 T1 战队真是全力以赴打的话，比赛时长可能还会更短，只不过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没有必要。 LOL 世界性赛事引入外卡赛区队伍已经有很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外卡战队都曾给了观众们以即将崛起的错觉，但最后都没有突破最好的成绩。即使拳头官方给予了外卡队伍更多可以与4大赛区队伍对抗的机会也不行。阿博认为，外卡赛区始终无法打出好成绩，主要的原因出在赛区环境上，与4大赛区的环境差异过大。我始终认为，外卡赛区也会出现很多天赋异禀的选手，但局生淮南为局，好的选手只有在好的环境之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潜力，打出更好的表现。外卡赛区有2个大问题，第一就是服务器玩家数量不够，水平不高，日常训练的强度远远不如4大赛区的这几个服务器。第二就是联赛竞争不够激烈，能够有机会与4大赛区队伍交手的也只有冠军一支队伍，平日里的竞争强度不够，单靠2次世界赛取经效果很差，甚至有可能出现外卡队伍参加世界赛被降维打击，心态受影响，回来之后表现变差的情况出现。阿博认为，这就是外卡队伍始终无法崛起的主要原因。最后，对于此次 MSI 赛事 Faker 所带领的 T1 战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